近来大喜的日子，臣也有一喜。真君，你有何喜啊？天君，这么多年来，臣一直派手下前往幽都山，寻魂索骨，寻找遗物。只因当年幽都山一战打得甚是惨烈，其中内情诸神不知。5万年了，一无所获。不过，天有我足。不但九臣死而复生，臣这几日也找到了一件当年的遗物。袁统将军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兄长的东西？传心钉，正是。天君，这正是元成将军的传心钉。元成将军仙逝之后，此物就不得所踪。臣也是近日才得到了这枚法器。哼，战神，你可认识此物？元征之物，本尊自然认得。这的确是家兄心爱之物，多谢天雷真君。你确定？自然是确定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这儿，神尊，你的手啊！九臣身为，不见当年呐。谢神尊。神尊，我害怕。天雷，你到底在干些什么？哦，启禀天君，此事与臣无关。传心钉乃元成将军的本命珍宝，臣也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攻击九臣呢？是不是九臣与元成将军生前？不可能！家兄生前视神尊如兄如父，最是敬重。神尊对家兄更是恩深义重，将其视为左膀右臂。可传心钉如此，这又是为何呢？这有何奇怪的？当年一战之后，幽都山几乎成为神魔之墓，那里死气、魔气、杀气焦灼，寸草不生，生灵不入。此物在那幽都山沉寂了5万年之久，有些异常也不足为奇吧？有些异常不足为奇，哼！可他为什么不针对诛仙，而针对九臣呢？那你该去问那传心钉，问我有何用啊？云峰上神，这是伶牙俐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天祖统一6界，
靠的是天法森严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如果心存私心，那怎为天族上人？天雷，九臣，本座问你一句话，你敢回答吗？想问便问。5万年前幽都山一战，袁成将军带领10万天兵天将，无一位生还，是不是命丧敌手？天雷，你够了！你真以为我师兄没脾气吗？天君，天君，老身有话要说。老夫人请起，有话请讲。老身心中尚存疑惑，还要请九臣神尊替老身解惑。老夫人，请问。神尊，我袁家男儿世代从军，从3皇时期直到现在，战死沙场的孩儿，不到1000也有800。但是，老身不明白，我天族战士战死沙场，本应尸骨不腐，神魂不散，由我天族收敛。可是，幽都山一战，10万天兵神魂全都不在了。神魂不归，为何部将皆死，主帅独活？为何有人在长生海沉睡了5万年，却突然醒了？这些老身都不明白。你放肆！天君，家母思念王兄成疾，才会口不择言，请天君恕罪。住口！云峰上神，老身是请神尊解惑，何错之有？是在质疑本尊在神魔之战中懦弱怯战，还是质疑本尊害死了10万天兵，毁了他们的神魂骸骨？又或者是怀疑本尊如今已然入魔？九臣，慎言。请神尊慎言。老身不敢。死，我袁家男儿不怕，但要死得清楚明白。这是压在老身身上5万年了，今日，在这凌霄宝殿上，当着9重天众仙的面，老身求得一个真相，请神尊成全。请天君成全。母亲别说了，我们袁家所有的男丁，为保天族，战死沙场，骸骨全无，神魂湮灭。难道老身问都不能问吗？神魔大战中，众天兵天将与本尊并肩同行，将魔军及魔族困于幽都山。魔族一众以血肉生魂献祭魔军，
令其威能滔天，10万天兵未克魔族，燃烧神魂，引命死战，终将魔军灭于幽都山下。10万天兵均为屠魔战死，无一生还。可有依据？本尊的话就是依据。老身够了，老夫人，你要的答案，九臣已经给你了。你若纠缠不休的话，休怪本君治你一个咆哮天宫之罪。九臣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天君。你心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啊？我以为你只有九臣一个人。请母亲息怒。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母亲，有你大哥，有我们袁家，你就该放下对九臣那份心思，表明立场。母亲，既是战士，又怎能毫无伤亡？哥哥自成年便在神尊帐下，神尊对他器重有加。哥哥的死，不是神尊之过。不是他的错，难道还有他人吗？你也是军中部将，我天族战士哪有一次全军覆没，唯独主将独活？以至于神魂湮灭，骸骨无存。他九臣的命是命，我10万天兵的命就不是命？我儿的命就不是命吗？他以为龟缩在长生海，逃了5万年，就可以一笔勾销了。哼，妄想！你哥的仙宝可如云峰胡言那般染了魔气吗？母亲，天君也护不了他多时了，早晚他都会露出尾巴的。我告诉你，不许你再维护九臣了，否则你就不要再进我袁家的门。
袁同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袁家传承数十万年，即与天地同寿。早在三皇时期，袁家的祖先就是天地手中的一把利刃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克魔而死的袁家男儿数不胜数，这满门的尊严，数万年的荣耀，你都打算不要了吗？你都知道了。你我相识这么多年，你的为人，你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我心里。你内心的挣扎和矛盾，难道我还不了解吗？这封信可以证明神尊的清白。然后呢？神尊是清白了，可你们袁家呢？要像猎蚁一族一样被发配到蛮荒之地，受人欺凌，永世不得翻身吗？你受得了？好，就算你受得了，你母亲呢？你族中的弟子呢？你袁氏一族的子孙后代呢？他们受得了吗？更何况，你如果那样做，就再也见不到神尊了。你不用这么看我，我心里都清楚。袁头，他是战神，一品正神，天尊弟子。他如果愿意解释，又何须证据？他不说，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袁家，保你兄长的身后名，保你袁家万年的基业和清明。因为他知道，结果他担得起，可你们袁家担不起。如何抉择，你自己选。为兄奉命剿魔，近日突感心神烦乱，煞心颇重。若为兄所料不错，怕是一时不察，着了魔族的算计，亦被魔所惑。若未来难以自持，为兄会请神尊动手解我之困，绝不做入魔加封之事。神尊，天雷真君求见。旧臣上神。天雷真君，此番前来，奉了天君之命，交还战神印。请九臣上神验神印。天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掌管战神印要5万余年，今日旧臣回来了，我理当将战神印归还于他，有什么不妥吗？你会这么好心？你看出来本座有什么不对吗？
九臣，难道你连打开战神印的勇气都没有吗？你。是战神印无误，多谢。且慢！哼，自战神归来，天宫流言四起，诸神多有疑惑。如今战神收回了战神印，重掌战神之位。哼，说来也巧，本座手中有一封战报，是朱邪5万年前幽都山一战，在他战死之前发出的最后一封战报，还请战神驱动战神印，打开这封战报，也好让大家了解当年的战况，也可以结出你自己的清白。天君，这是战将朱邪5万年前幽都山一战发出的最后一封战报，想必战报里面详细记载着幽都山一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军中战报唯有战神驱动战神印方可以开启。臣愚钝，紫云台渡劫失败，天界之中也只有9臣可以打开这封战报。臣愿意将战神印交还给9臣，只要9臣能够打开这封战报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臣愿鞠躬尽瘁，辅佐于他。乃是大罪，9臣上神，你怎敢如此？当年战事历历在目，本尊不愿再度袍泽之死。此战报，不看也罢。是不忍看还是不敢看？这里是浮云殿，岂是你们可以撒野的地方？好啊，撕破脸了！且慢。真君，战报被他毁了。到现在还需要什么战报啊？还需要什么战报啊？
战神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拔不下来啊？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擅自离开浮云殿？你听不懂吗？小白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一只凡间小兽，在这天宫上，连一棵草木都伤害不了。我不知道他能得罪谁。神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的。可是就算是神，也是有心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委屈是死不了人的。可小白死了。神尊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，你都是为了别人，你为了别人，你宁可委屈自己，也要顾全大局，庇佑弱者。因为你是战神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林夕不过是这天宫上法力最低微的一个小仙。林夕不懂什么道理，林夕是不会给神尊添麻烦的。林夕退下。你知道是你犯错了吧？因为你，因为袁家，神尊无畏受千夫所指，为的是不想让袁家重蹈猎夷灭族的覆辙。
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错已成错，我相信神尊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如今可以做的，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了。你若在那边遇到小白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他胆子小，又贪吃，你要好好养着他，别让别的小兽欺负他了。什么人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圆通上仙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没什么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神尊还在等着小仙呢，小仙告退。天恒神砂，上仙这是何意？你去过南岳之巅？小仙不知上仙在说什么。给我。什么？啊！自从这个东西套在小仙手上，就怎么也摘不下来了。我说的是战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战报内容。看来你真的恢复了战报。交给我。既然你知道战报真相，为何不替神尊开脱？你可知神尊为了你们袁家，受人排挤，被人非议。你母亲还去药王洞断了神尊的伤药，让他饱受寒疾之苦，还要接受紫云台公审。你们这是恩将仇报。把战报给我。你不要逼我。不给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身后便是洗仙池，任何神仙只要坠入洗仙池，便会脱去仙胎，碎去仙骨。无论多高的修为，都要重新来过。你苦修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成就？哼，几万年总是有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。把战报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神尊怎么办？神尊不会有事的。我会亲自去药王洞求药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我才不会信你。
征儿，你可看见了？我袁家有今日之荣耀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不惧生死，奋勇屠魔。袁家的祖先以你为荣，袁家的弟子以你为荣。你的战绩必将列入先烈，受天下苍生供奉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唯有将错就错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让袁家万劫不复。请你保佑我。天雷真君到！老身见过真君。不必拘礼，请天君发旨。天君法旨。今日怎么这么热闹？这一路走过来，似乎有很多仙家都是赶往袁家的。元征战将好厉害，怡宝竟能入驻功德殿，咱们天宫可是许久没有如此盛世了。轻摇衣冠。离席。离席，离席，离席，你在哪儿啊？多谢真君，真君对我袁家的恩德，老身永记在心。可惜呀，可惜本座不是战神，不能以战神的名义将旧部遗宝放入功德殿，这对元征来说不够庄严。真君说哪里话？真君统领天宫战部5万余年，英勇奋战，这功绩谁人不知啊？可惜我儿福伯不能在真君的帐下听差。不过这次由真君亲自为他主持大典，也是不枉此生了。袁老夫人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本座应该做的事情。元征将军在天宫的功绩有目共睹，这是不可以抹杀的。我儿死得不明不白的，真君啊，日后我袁家还需你多多帮扶。好说，眼下还是以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为重。袁老夫人，请随我一起将攒心钉送到功德大殿。
正当如此。好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背后施阴招算什么东西？为何喧哗？启禀真君，这个家伙强闯功德殿，伤了一票礼官不说，还毁了2座偏殿。属下叫他前来，请真君发落。混账！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吗？竟然拿这种琐事来烦本座！将他押到紫云台，听候天法处置。可是真君，紫云台今天要审问9臣，没工夫管他。将他押到一边，等候处置。是。放开我！背后施阴招算什么男人？闭嘴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，我们再来打过。你别太猖狂了。你们要将元征的遗宝迎入功德殿，我不管；要将我家神尊的龙牙战甲拿下来，我也随你。这样恩怨不分的功德殿，我们也不稀罕。但是你必须要将战甲给我送回来，恭恭敬敬的给我送回来。你们如果敢随意践踏我家神尊的宝甲，侮辱我福音殿，你13爷爷我就跟你拼命！臭丫头，你还真以为本将怕你啊？臭丫头！老子在战场厮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鸟呢，小子！你好了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住手！13。神尊，13没用。随本尊回去。是。站住！9臣，就这样把人带走了？真君欲如何？13，不懂规矩，擅闯功德殿，砸殿伤人，不可以这样把人带走。本尊自会带他去紫云台领罚。你一个犯错不幽禁之人，把他带走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本尊自会向天君交代，不劳真君操心。哼！慢着！母亲，旧臣上审。今日承蒙天恩，我儿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乃是我袁家的大喜之日。老身听闻，上神今日也要到紫云台受审。既然你我有缘在此相遇，老身想要问一问。你说。老身问一问，我儿元征是不是上神所杀？母亲，你不要再问了。请上神以道心起誓，莫要欺骗老身。是。什么？会如此？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终于承认了，他终于承认了，我这儿，我袁家的弟子，还有我10万天兵枉死的冤魂，
九臣，数万年了，我袁家男子不惧生死，上阵屠魔，护苍生于太平，保六界于平安。你身为战神，杀我孩儿，屠我族人，害死了天兵，躲在长生海，你跑了5万年，此等仇恨，我岂能再容你？袁家的弟子何在？在！布阵，杀敌！母亲，不可！真君，真君，这是他们两家的事情，本座不便插手。住手！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神尊的疼。灵犀，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儿、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清楚了。
假的，假的。真君，这战宝是假的，我儿他从小涂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，神尊，你已入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。我元正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袁童，她年纪还小。我绝不能留你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，惊人之事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，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纪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烈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。是小仙拦住了他。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，
可袁家，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。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
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，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坐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
灵溪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溪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九臣拜见天君。九臣，你的身体如何了？你那寒疾治得如何？已无大碍，多谢天君挂心。起来吧。列位仙家，如何处置元征彝族一事，大家可曾商议出了对策？启禀天君，臣以为此事无需在意，按照以往处置便是。按以往处置。剃去仙骨，逐出天族，永脱仙籍，让他们自生自灭罢了。天君，启禀天君，元征虽有过错，但是毕竟曾建功于我天族，更何况袁同将军数万年来兢兢业业，有功无过，只因其兄一人的过错便惩处一族，实在不该，还请天君法外开恩。什么时候起，魔之一物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了？哈，他入了魔，是他10万天兵天将给他陪葬。杜宇上仙，你要不要去问问那10万亡灵，他们的死该还是不该？天地有序，万物有道，皆因有法可依。我天族乃统御6界之首，如果天族的律法朝令夕改，那么天君还如何掌管6界？说得好。如果本座没有听错的话，战神是同意本座说的话了。怎么，战神也觉得应该严惩袁家吗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真君统领天宫战部多年，治军严厉，九臣佩服。元征乃天族战将，心智不坚，被魔所惑，残害同胞，此乃大罪，无可辩驳。天君，九臣身为司战之神，肩负除魔卫道、护卫6界之责，却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边战部的异常，已酿成大祸。幽都山之役是我之过，请天君降罪。人孰能无过？当年你能够及时的发现异常，在幽都山封印魔君，已是难得。九臣，你在长生海已沉睡了5万年，不必如此。凡人常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身为元征统帅，理应为自己的战将负责。而且，当年幽都山内
那入了魔的10万天兵天将，皆由我亲手所杀。我一生杀孽，便是再在长生海泡上5万年，也是无法洗清。罪与罚，皆在我一身，还请天君降罪于我。九臣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袁家已无男丁，袁同在知真相后，深感愧对天族，已然自废5万年修为，辞去天宫战将一职，愿从南天门守门天兵做起，以赎元征之罪。还请天君网开一面。罢了，你既执意如此，白山，小仙在。传令四海，天族战神九臣，治军不严，御下无方，导致生乱。先令九臣前往紫云台领7道雷刑，众卿官刑，不得徇私。领法旨。另外，念在袁氏一族已无男丁，而袁同诚意悔改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叩谢天君。袁同，神尊去了紫云台，带你袁家守法。袁同，神尊，神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端端的打起雷来了，这天宫也下雨吗？这是紫云台那边传过来的，8成是哪个倒霉蛋正在受罚呢。天哪，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？什么人扛得住这样的雷刑？7道天雷，这哪里是受罚？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！神尊呢？神尊去哪儿了？大殿议事呢？
神尊，师兄。